Hello， 大家好，这一期我们来看这位亚索中单的一个出装符文搭配。亚索这个英雄，他的上限很高，下限很低。怎么了？下限很低？为什么呢？因为玩的人太菜的话，这个英雄真的就是托儿所。托是什么托？托管的托。儿是什么？儿童的儿，所以叫托儿所。这里可以看到他的亚索的一个出装是第一件做银血，然后第二件直接大穿甲嘛，还是做破盾呢？为什么他这局会做破盾呢？其实就是为了针对这个什么，这个叫什么？那个铁男。虽然说已经过去1个月了，但说实话还是跟新赛季差不多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版本上分没有跟相较之前来说哈，最开始如果说这个游戏刚出的时候上分确实挺难的。这里的话，一个操作拿下了1血，怎么说呢？就相较于前几个版本来说，就已经很难了，因为时间很多节奏点，只要你一掉点，或者说出现给对面机会的话，就很容易把时间拖得很强。像如果说很多在这个版本的话，一些普通的一些国服或者说一些绝活哈，不是很厉害的那种绝活，他们可能就已经上了那个什么巅峰赛的传说了。现在就是一个点，除了极个别，就是那些强势的英雄上传说真的上得很快，但他们那个英雄的那个国服也很竞争很激烈啊。但如果说你是一个万豪或者说一些什么，就是很难在团战中做到收割的英雄啊，可能你还是就得依赖队友的一些英雄的话，你想上传说的话是比较困难的。就现在英雄平衡的话，得看情况。对面护盾很厚啊，秒是有点难秒对方，这个时候就给对方野区压力就好了。对，直接来断对面兵线。赛恩说：“你真会玩。”赛恩说：“对面兵线呢？过分了呀！张兵线也不是这么张的呀。主要是对方野区也没支援。这里过来，直接盲上一个 T， 1打2反杀了对方。亚索的出装有很多，之前发的那个新之干亚索啊，还是更娱乐向一些，大家千万别去选，看着开心就可以。有一些发出来并不是可能是版本陷阱哦，你们得小心点哦。不过亚索这英雄，大部分玩家来说玩的也太累了，更多的人是喜欢就是说去打把排位放松放松，对吧？玩一下自己喜欢的英雄，不一定会选择亚索，所以大家也是看着开心而已。我也知道，但亚索的话，你看他的这种亚索必须得灵活出装，因为这个英雄的上限很高，所以他如果可以针对对方英雄，或者说有自己的套路的话，去选择出装就够了。像他之前的出装的话，还有什么？先做那个训刃，第二件就直接
第二件在做吸血也有，就训练的那套出装的方式。但这里面的话，应该是为了打铁呐，对面护盾也比较多，所以选择了先做破盾。对面的盲僧已经开始针对中单的这个亚索了。对面的炼金吉格斯啊，辛吉德是吧？吉格斯是炸弹人啊，是辛吉德炼金大师。就我们这边叫他屁王，为什么？就像放屁一样，就很恶心人，纯搅屎棍，跟那个什么生化魔人扎克是一都是一个逼样的。看什么时候手游的扎克出来吧，我100%这个英雄绝对很多人玩。扎克做出来了以后，我的天，满世界都是派大星。海绵宝宝，你看我啊，左边一个，右边一个。这里的话，看看能不能来接猫咪。赶紧先走了，这波打不了了。这里直接来入侵了 ，EQ， 再接大招破盾，哇，被关进来了，要裂开了，外面还有4个人，出去也是死。对面铁男也拿捏得很准啊，就在你想要收掉人头的时候，把你给拉进去。这个时候，猫咪的话可以跟着这个亚索了。上路的话，就是那个谁啊，射手的话，女警可以扛压的。虽然说被对面那个打截了几次，这里 EQ， 但没有抢到这条龙啊。盲僧说实话打的有点手忙脚乱的，猫咪没过来，挡一下 EQ， 哎呀，还不如直接预判 Q 嘞，被对面闪现躲了这个 EQ 啊，踢过来吗？不敢踢，有了这个吸血，操作空间很大。EQ 过来，直接接大招，全是闪现，真烦。想看操作都操作不了，没事，我们后面再看操作。前期那都是为了后期做铺垫。就跟你说，就是亚索这英雄啊，就是看别人玩是最爽的。这条猫是自己拿了，我以为是猫咪的大招抢了这个那个嘞。来了，就永远都在游离在对方的1、2塔之间是吧？然后是还附赠一个猫咪，对面好多人呢。不过说实话，他这种打法，所谓的欧美打法，确实很狂野啊。欧美人我们的欧美人们，北美的、南美的、欧洲的朋友们，你们是不是也是这么打的？是的，帮忙在评论区扣个1。抽象的欧美打法。
女警的话尝试去卖一下，但卖不了，可惜。EQ 在 EQ 有风，吹起来吗？能吹吗？吹不了，想吹这个小火龙，哎，完了，进不了场了，直接吹到了，直接接大招进场。这个虚弱放的有点慢，直接大招拉进来，直接猫咪就掉出去了。再 EQ AA， 再一个 Q， 收掉人头，拿下3杀，太变态了。这亚索，这经济发育，说实话，他能死，不过他每次死都是没掉兵线，没掉那些的。这里哇，手速慢了呀。如果他那里 EQ 吹起来的话，还能反杀对方。对面盲僧很精啊，他每次都是等你，他直接打完一套就把你踢开，不给你后续操作机会。这个永恩呐、像那个什么亚索、永恩这种，就是黏住你了，你一定要把他拉开距离啊，不让他有那个操作空间。这里面对面护盾太多了，选择做那个巨蛇之牙，然后这里直接买3把短剑。这里 Q 到了，然后后续想要中了推棒 EQ 接大招接平 A 接 Q。哎，这蓝呢？死了还把蓝给抢了，哇，对面好恶心啊！我说怎么蓝怎么没到这边身上？原来是被那个炼金的那个Q 技能烫死了。对，来反一下对方的野。这时候盲僧，说实话，盲僧还是挺烦的。这样子一直会限制对方打野的一个发育。他这种打法玩得好，确实挺猛的，但很容易崩。但玩得好的话，你就像现在对面其实很怕这个亚索，很怕，没有3个人来抓，估计亚索都抓不死他。这里对面队友掉点的，直接把野兵线啊上路、中路，然后上半野区、下半野区的野怪都蹭了一遍。这盲说我野呢，还吃一个小的，你反了我的，我还得吃这个。这种偏，说实话有点吸队友的血。盲僧直接来，给个风墙，把伤害全挡了。后续这里面小火龙和那个谁没伤害 ，EQ。挺难。为什么不是杀了那么多次吗？怎么还这么肥？这亚索。这就是还有个点哈，就是给大家说，会刷经济和不会刷经济真的是2种局面啊。龙拿到，可以尝试去更多的压制对方。盲僧踢不踢？不敢踢。塞恩不给击飞啊，但这里的话没关系，吹起来直接接大招，有破甲 ，EQ 接 A， 哇，这破甲，对面伤害根本顶不住，在 A， 猫咪上升上慢了，那这样的话，看看能不能一波吧。盲僧出来了，应该点不了一波了，被包回去了。猫咪竟然不上身，反而把自己给送出去了。那还是得等下一波团战。
这里面是对面的龙魂，哎，大刀接过来，但被拉进去了，最后一下没打出来。但没关系，破甲效果是有的。我靠，一个 EQ1000多伤害。好，那这样的话直接一波了，简直就是绞肉机啊！男刀带着猫咪是完全能翻的。那第一局的话拿掉了，好，后面的话还有一局是输的，你们可以看一下是怎么输的。